1954年10月，几百科学家在国马开会，一致举手通过，同意应该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庆祝国际地球物理年。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在2025年的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距离乔尔科夫斯基第一次证明火箭原理不过半个世纪。V2火箭在惯性下冲破卡门线进入太空还不到10年，人类要发射人造卫星入轨，实在是小男娘去健身房，左右为难。1957年10月4日，苏联使用 R7 弹道导弹改装的火箭，率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就像巧克力，人吃了没事，狗吃了会死。由于运载火箭与弹道导弹的技术同源性，苏联率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意味着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果苏联能把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为什么不能把卫星换成核弹，扔到几千公里外的敌国头上呢？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这颗卫星所引发的美苏大对仗则被后世称为斯普特尼克号危机。美国民众惊恐地发现，福特公司都愿意花2.5亿美元研制新车，而美国政府只花了1.1亿美元研制卫星。那颗哔哔作响的铝镁合金球体在美国上空一圈一圈地环绕，美国民众不但能够听到其发出的信号，更能直接肉眼看到卫星本体。对于苏联而言，这本身就是一场宣传上的胜利。美国人还没从斯普特尼克号带来的小小震撼中缓过来。1957年11月，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2号，更大、更重、更好，而且还带了一只狗。美国舆论又一次沸腾了，在太空竞赛上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被苏联不断拉大，使很多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还有能力迅速赶上。什么是双赢？双赢就是苏联赢2次赢麻了。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在此刻达到了高潮，听风就是雨的西方记者们纷纷称其为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一天，华尔街终于想起了被东方大国支配的恐惧，一个幽灵，一个红色的幽灵在昂萨人头上徘徊。总体来看，这场危机的影响更多还是体现在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和苏联的导弹差距更像是一种政客们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军方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制造出来的政治恐慌。肯尼迪在参议院开会时总结说，共和党政府在与苏联的航空竞赛上是走过一些弯路的，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啊！我到 NASA 的一个办公室，科学家说是3分天灾7分人祸，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负责调查斯普特尼克号危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则是把这场危机比作是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并公开了美国政府的内部调查报告，引发了新一轮恐慌。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危机，就没有肯尼迪的上台；如果没有肯尼迪的上台，艾森豪威尔的指定接班人尼克松就可以至少提前10年接班。如果尼克松可以提早10年接班，太平洋两岸就可以比赛谁的大快歌时期科学家扫厕所更干净了。只可惜搞事太老，学生太年轻，尼克松只会搞窃听。艾森豪威尔知道这是一场公关灾难，但是并不打算因此向太空探索投入资源。他认为发射卫星的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原理几乎相同，完全没有必要花2分钱。苏联人发射的卫星只是让美国红红脸出出汗，没什么实际威胁。与其忙着把人送到月球上，不如把钱都投到弹道导弹的发展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同美军官兵谈话时提到，这场危机迟早要来，这是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艾森豪威尔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甚至可以说是真正冷静分析出这场危机的本质，是一个典型的新闻学魅力时刻啊！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那我问你，和我小夫的导弹头怎么尖尖的？但是艾森豪威尔忽略了一件事情，他已经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了，他是美国总统。将军只需要打胜仗就可以了，而美国总统需要考虑的就多了。艾森豪威尔的民调从年初的 79% 狂跌了22个百分点到 57%， 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把艾森豪威尔批倒批臭了。面对这惨淡的民调，艾森豪威尔急了，连续发表多次电视讲话虽然我们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挫折，但是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感通苏联正高下，不向马列让寸分的精神，在3个月内弯道超车苏联，来一场科研大跃进赶超苏联不是15个月，也不是半年，只需2到3个月2个月也是有可能的。然后美国的火箭就炸了。1957年12月，紧急赶工出来的新风者卫星及运载火箭在电视直播的发射中轰然爆炸。2个月后的第2次发射也传来败报，就像历史上所有想用积极性和意识形态挑战客观规律的人一样。艾森豪威尔的科研大跃进在卡纳维拉尔角的爆炸声中宣告失败。发射前，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大力宣传变成了回旋镖，狠狠地砸向了自己。哎呀，打德州扑克52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造火箭发卫星这么复杂？在航天领域，美苏两国都是基于德国的 V2 火箭进行二创，可以说起跑线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苏联能够在这个领域弯道超车美国跑得比某些生物稍慢一点的西方记者，则是拿出了很熟悉那一套弄个大新闻，把美国总统拿出来批斗一番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
肯定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啊！我不禁陷入深思，美国政府请追一追这人民。虽然这个节奏带得很老套，但是这次还真是美国体制的问题倒不是史密斯专员发力了，美国导弹用的螺丝钉比金子还贵，或者是科波把美军渗透成了筛子，把导弹部署情况做成 PPT 发在真理报上。美国最初在火箭研发上的落后是经典的3个和尚没水吃。和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相比，美国同时有10几个导弹和卫星项目相互竞争，结果就变成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更雪上加霜的是，除开曼哈顿计划这种战时武器研发，美国官方长期不重视技术科研，科研经费自然也是少得可怜在二战结束后的8年时间里，政府平均每年给弹道导弹的研发经费只有不到100万美元科学家们纷纷套用当时只有15岁的特拉华州天降伟人拜登同学发明的公式：你不能只在落后苏联的时候才给科研经费。之前被麦卡锡小将们批斗抄家，顺利入驻牛棚接受资本主义改造的专家教授们，自然也是对华盛顿政客的滑稽剧更炒热风。搞科研是按照基本法的，不给加班费还要我们996，真当我们是太平洋对岸的牛马工程师呢？艾森豪威尔是真的头大了拿经费的是你，丢选票的是我，有工作的是你，要下台的是我，开嘲讽的是你，有权利的是我。你笑我不懂科学，我笑你不懂政治想当年，忠诚战友尼克松同志能文能武，长相十分英俊，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200个科学家里边拯救了20个坚定的爱国者你一个工程师是不是将来还想当纽约市长，最后入主白宫坐我的位置？但这场斯普特尼克号危机的结束，最后还是要看美苏两国的科研队伍，或者说航天系的努力。而当时的美国普通人几乎在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和科研体制。苏联能率先发射人造卫星，离不开背后的苏联工程师，以及从沙俄时代就开始在数学和理工方面的积累。约翰甘瑟在《今日苏联内幕》一书中指出，在上大学前，苏联孩子10年内学习的内容相当于美国学生12年以上。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是美国的2倍。在苏联把科学当宗教一样崇拜的时候，美国人却在嘲笑科学家是群 nerd， 不理解为什么要支持科学研究这种大众理解不了的问题看到苏联人吃上工程师红利，学好物理化，走遍天下都罢，美国学生的家长们纷纷决定开始内卷鸡娃，去当个小镇做题家。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把美国的科学教育上升到了国防安全的高度。仅仅在危机爆发后的5年内，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就增长了200%，渐渐推动了美国50、60年代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后来 STEAM 教育的基本框架，为婴儿潮一代成长为工程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联一方的带头人是科沃廖夫同志，又红又专，独得盛典。斯大林时代，由于受到图哈切夫斯基案的牵连，在古拉格大酒店享受了几年恩情生活天气预报本来说今天有雨，结果赫鲁晓夫同志一来呀，天气晴赫鲁晓夫同志大手一挥，只要能抢在美国前面完成献礼任务，人员不限，经费管够苏联工程师用个 engineer drawing 的鸭子笔都快磨出火星子了。不幸的是，这种基于个人关系的资源分配，在科沃廖夫英年早逝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赫沃晓夫的继任者你的勋总对火箭研发并不是很感兴趣，科沃廖夫的继任者也没有那么强的协调能力，方向错了，遥遥领先就是遥遥过后。举国体制的问题并不是集中资源本身，而是这种集中模式很容易走向个人崇拜和官僚化，导致科研方向很容易被政治偏好扭曲，造成长期创新能力的衰退。苏联的科研体制从来没有真正的被系统性建立，研发部门内部的竞争双方想的不是如何精进自己的火箭技术以更好的为国家服务，而是竭尽所能的去讨好苏共高层，以获得领导人赏识的方式来获取资源推进项目，然后凭借这些功绩加官进爵，最后荣升圆桌骑士。因此多年来，苏联注重科研与教育形成的技术优势迅速被光耀系统的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掏空。用于登月的 N1 火箭连续3次试射失败，最终输掉了和美国的登月竞赛。大多数总统面临的政策问题都有很强的科学性，而总统本人一般既不属于科学，也不属于科学家但很不幸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外行知道内行的案例比比皆是。就像小镇做题家不想听文科生解释文科有什么用红脖子大搞粗也不想听工程师解释科学有什么用。坐在白宫的政客们吃着工程师红利，却大言不惭地谈着什么制度优势，最后也只会被真正的制度优势正道超车。美国如此，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现实来看，当初斯普特尼克号危机何尝不是一次美国被苏联的太空技术卡脖子呢？
而斯普特尼克号的阴影，时至今日仍然留在美国社会的心中啊！正所谓，没有科研体制改革的成功，美苏军备竞赛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技术优势，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斯普特尼克号危机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当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当然是喜人的，但这场21世纪的斯普特尼克号危机，太平洋两岸究竟谁生死而国灭，确实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创新，运用现代管理制度，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好打洗功拍脑袋决策，在国家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可以相信我们国家的科研水平一定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最后的最后，这是生源谈，我们下期再见。